今天我将介绍矩阵的新代理以及它们对抗救世主的效果。欢迎来到小杨说矩阵。S、D、C 三个原始矩阵的代理，现在只有 C、D 了，他们终于是先生了。我们从隐藏金属门的东西开始，门爆裂开来，露出三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是代理人，但他们与史密斯有很大不同。这些新代理，他们的尺寸更大吗？与尼奥战斗过的第一个特工现在如何？欢迎来到小杨说矩阵。但在此之前，请你点那个红色关注按钮，红色药丸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尼奥向他的新朋友打招呼，而特工们回答：你依然只是人类。没有人注意到这部电影是尼奥被称为异常，还有更多的时刻预示着与构架师的相遇。尼奥也没有质疑特工知道这个重要的细节。尼奥是一个异常是什么意思？他和观众一样不注重细节，他们只是在等待战斗的开始。不管怎么样，尼奥仍然是人类。尼奥感觉这些升级代理更强大，尽管特工升级排除了构架师的怀疑，但他们仍然无法击败尼奥。尼奥将其中一个特工踢向路灯柱的顶部，你可以看到制造商的名称达罗工业。杰夫·达罗是矩阵制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他是负责电影故事版的概念艺术家。虽然这对导演来说似乎是一个特色方式来尊重他在电影中的工作，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复活节的彩蛋。尼奥收拾完特工后，他像超人一样飞走了。然后史密斯回来了，他正在和另一个自己说话。那是预料之外的事儿，就像以前一样发生。史密斯知道特工无法阻止尼奥，因为他说事情和以前完全一致，但这次情况会有所不同。感谢尼奥，让他发现了新力量。然后我们看到崔尼迪驾驶着黑色轿车 AA034， 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电池模型。之前的视频中讨论过人类是电池。这时候特工突然冒出来，林克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加密代码。史密斯不再被看作是矩阵代码，他现在是一个朽坏的代码，包括尼奥在内的人从未见过的代码。代码变得奇怪，而特工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升级特工只是结合，他们立即被系统部署，但升级代理如何知道尼奥在哪里？史密斯故意将他们带到系统或构架师那里。史密斯计划让尼奥和新升级的特工战斗，这样他就可以见证他变得多么强大。他总是在城市上空高空飞翔，朝着先知居住的住宅飞驰而去。当尼奥打开先知公寓的门，家里没有人。尼奥在城市上空飞过，他可以看到整个矩阵代码。他正在寻找先知代码，没有结果。
这意味着先知已经将模拟留给了另一个构造体，或者他可能回到了机器城市。他为什么消失了？这就像交易的噩梦一样，每晚都在折磨人。林克带着电子船回西安的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如何控制操作。林克正在与导航员交流。有趣的是，似乎所有的不安全感都由该构造控制。Ezra, this is Zion Control. Maintain present velocity and stand by. Roger that, Control. This is Zion Control, requesting immediate stand down of arms at Gate 3. We have the Nebuchadnezzar on approach. 了解墨菲斯不服从上司的直接命令，甚至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摩擦。崔尼迪向尼奥揭示了劳科对墨菲斯烦恼的起源。What is it between them? Morpheus and Locke? Niobe. Captain Niobe? She used to be with Morpheus. Now she's with Locke. And what happened? Morpheus went to the Oracle. After that, everything changed. Yeah, she can do that. 原来是先知的干预，墨菲斯和奈奥比分手了。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先知用预言和传说填充墨菲斯的头脑，最终墨菲斯将奈奥比赶走了，因为奈奥比不相信传说与童话，他是理性的人，拒绝听从老太婆的预言。之后墨菲斯和奈奥比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下集再说。